普京正在输掉战争，俄罗斯正在输掉未来。俄乌战争1周年之际，拜登密访基辅给乌克兰加油打气，普京则是在莫斯科举行了国情咨文，二者的态度直接决定了俄乌战争的走向。很明显，美国要继续支持乌克兰，直到战争结束；俄罗斯也要继续打，直到完成既定目标。但是从乌俄战场的情况来看，论常规兵力，只要北约援助不断，乌军胜利是迟早的问题。反观俄军，自去年的哈尔科夫大反攻之后，就一直战略撤退，加上北约制裁以及国内经济问题，已经无法达成既定目标，甚至是在战争中彻底失败。那么，俄军失败会有什么后果？是否会像苏联一样解体？从战场的形势来看，俄军失败已是定局。2022年3月，俄罗斯一度控制了乌克兰24.4%的领土，到了2022年底，这一数字降至16.55%。俄罗斯官方最近一次公布伤亡人数，还是在去年9月21日。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当时透露，自2月24日以来，俄军共阵亡5937人，乌军阵亡61207人，49368人受伤。而根据乌克兰武装总参谋部2月22日更新的数据，俄军阵亡人数超过14.5万。凭借着北约的远程精确火炮情报支援，乌军在战场上的优势已经不是一星半点。再打下去，俄军死亡人数只会更多，并且打消耗战，俄罗斯根本扛不住。如果俄乌进入长期战争，这就意味着俄罗斯需要承受长期的军队伤亡代价，以及俄军高昂的维护成本。就俄军目前的陆军规模，已经无法支持俄罗斯取得胜利。想要继续进攻，至少需要动员20万部队；想要完全对乌克兰实现去军事化，那就需要动员70万军队了。当然，动员后也可能无法取得进展。北约的支援是跟着俄军实力而变化的。如果普京再动员士兵，那么战机、导弹肯定不会少。F-16、台风、阵风、鹰狮组成的战机联盟，轰炸俄军士兵的情况不会少。其次，俄罗斯也无法承担全国总动员的代价。就俄罗斯的经济体量，压根儿无法跟欧盟、北约掰手腕。北约的制裁可不仅仅是能源，还有餐饮、医疗、特殊材料等领域。俄罗斯的经济已经开始下滑了。如果全国总动员，俄罗斯整个产业链受到冲击，国内的社会矛盾会更加突出。别说打赢俄乌战争了，估计普京都要下台。会不会像苏联那样分崩离析都不好说。所以火力军认为，俄军迟早都会失败，无非是以何种形式失败，是主动撤军，还是被乌军赶出乌克兰的领土。形式不同，后果也自然不同。但就结果来说，轻则归还克里米亚，重则解体。轻度后果就是归还克里米亚，这点是毫无疑问的。虽然普京一直说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领土的一部分，但是克里米亚自1991年之后就没想过要加入俄罗斯。俄罗斯在2014年入侵乌克兰的时候，只有不到1/4的克里米亚人要加入俄罗斯，这也是为什么国际上一直不承认这事儿，就跟乌东4地公投一样。大炮上的投票哪有什么自由公平可言？加上俄军在俄乌战场上的拉胯表现，北约的看法已经从最初的不以军事手段夺回克里米亚，变成了一切由乌克兰决定，到后来直接是支持乌克兰收复克里米亚，武器物资一块送。当然，也不排除美国在克里米亚驻军的可能性。到时候，俄罗斯的黑海战略也会受到影响。俄罗斯本来是利用克里米亚半岛增强俄军的影响力，黑海沿岸的罗马尼亚、土耳其、格鲁吉亚，俄罗斯都有话语权。如果丢了克里米亚，失去黑海，影响力还是小事。到时候，北约的军舰很快就会部署到黑海，直接堵死俄罗斯的战略发展方向。亚速海也会成为新的斗争海域。俄罗斯完全输不起。还有就是普京下台，俄罗斯本土经济萎靡，以至于分崩离析。俄罗斯的国土面积很大，所以民族复杂，宗教也很多。现在之所以能联合在一起，主要还是联合之后的俄罗斯能带来更大的利益，或者因为联合之后更强，一旦这种强盛没有了，并且因为北约制裁经济萎靡，
各地闹独立完全有可能，就算是没有自己分解，北约也会不断扶持俄罗斯内部的分裂力量，最终逐步瓦解俄罗斯，这是大概率事件。最典型的就是经济问题，比如休克疗法。苏联解体之后，俄罗斯经济已经没法要了，于是俄罗斯开始用猛药调整国家体制，卖光所有国产资产，一夜实现私有化。只是副作用相当明显，造成了一大批寡头形成垄断。之后，俄罗斯的经济一直都是不温不火。普京上台之后，就开始收拾国内的一众寡头，把石油天然气的利益从私人寡头里夺回来，然后赶上国际油价上涨的运气，将俄罗斯经济拉起一波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寡头并没有消失，只是成为了普京的圈内人。俄罗斯战败之后，这几个寡头为了摆脱与普京的关系，估计跑得一个比一个快，甚至将俄罗斯经济拉回刚解体那时，或者更差。当然，归还克里米亚以及乌东四地以及国内经济萎靡、社会动荡都是显而易见的后果。咱们还是来细聊解体。俄罗斯战败之后，周边压力会越来越大，越来越西化。那美国不可能就此罢休，肯定要趁机彻底瓦解掉这个对手。美国一直忌惮俄罗斯核武库，如果能够销毁俄罗斯的核武库，不光是美国，欧洲也要拍手叫好。关于战争失败的后果，估计早就摆在普京办公桌上了。梅德韦杰夫也说过，如果俄罗斯输掉乌俄战争，俄罗斯将四分五裂，不复存在。这可不是说说而已。俄罗斯准确来说应该是俄罗斯联邦，由共和国组成，民族复杂。自治共和国可以决定自己的官方语言和自己的宪法，各共和国都有自己的主体民族，自然也有一些主张分离势力。苏联解体之后，就有部分共和国打算独立，比如达达斯坦共和国、萨哈共和国、车臣共和国都曾发表主权宣言，只是被无情镇压了，被迫收回宣言。最典型的就是车臣独立，只是被俄军揍了一顿，老实了。普京上台后，基本上拔掉了车臣境内的反叛势力。不过，就算是现在，高加索以及西伯利亚地区还有民族争取独立。现在俄罗斯的国力还算凑合，俄乌战争没开始之前，军事实力还世界第2呢。独立没有加入俄罗斯的利益大，但是等到俄罗斯战败，国力衰弱，社会动荡的时候，该追求独立的就独立了。而且这个时候，俄罗斯也很难镇压叛乱。到时候普京也该下台了。除了俄乌战争，普京之前就将俄罗斯卷入叙利亚战争近8年之久，耗费了大量的财政，但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收益。这是在俄罗斯内部已经引发严重的争端。如果俄乌战争再失败，那就是数罪并罚了。当然，如果俄罗斯解体，情况不会比苏联好多少。就比如苏联之前是国际2霸之一，但俄罗斯虽然继承了苏联的衣钵，但只继承了苏联70%的实力，人口仅仅是苏联的1半。至于经济就更差了。经过数十年的穷兵黩武，苏联解体的时候已经没什么钱了，而且苏联解体还冲击了工业体系。当时的苏联把工厂和产业布局到全国各地，所以苏联解体之后，原先的工业体系就被拆得七七八八。如果俄罗斯解体，这点也是显而易见的。不过对于北约来讲，俄罗斯解体其实是一场赌博。对于北约而言，在俄罗斯失败之后，肢解俄罗斯是一场豪赌。俄罗斯穷的只剩下核武器，不是一句玩笑话。北约赌的是在军事冲突中打赢一个有核大国，基本上欧洲所有国家的安全都压到了军事上。有核大国之间的军事冲突，不可能放弃动用手中所有武器的可能性，也包括核武器。这也是为什么北约最开始提供援助时一直犹豫。不管常规军力如何，俄罗斯的核武是实打实的。当然，俄罗斯解体对国际也有影响，比如1991年苏联解体前，有大量的武器流入黑市，相似的一幕或许也可能重演。如果这些武器落入恐怖组织手里，后果还挺大的。不仅俄罗斯会乱套，欧洲、中东都可能不安宁。不过北约也有经验，苏联解体的时候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只要袭击莫斯科的导弹不是从北约发射的，普京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很小，也就意味着
只要不动武，经济制裁俄罗斯，使其被迫自行解体，就没什么意外。苏联就是这么没的。总的来说，俄乌战争失败的结局对于俄罗斯而言是致命的，而如何结束俄乌战争，俄罗斯又实在没有好的办法。从军事层面看，俄罗斯已经没有可能拿下顿涅茨克，而俄军的投入依然没有集结优势兵力，一举拿下巴赫穆特。俄罗斯想要在军事层面压垮乌克兰，只有2条路可以走：一是打掉波兰和乌克兰之间的北约武器运输线，二是打掉乌克兰的军火库，实现对乌克兰的去军事化。不过，俄罗斯用了1年时间没做到，更别指望用几天可以做到。从外交层面看，美国依然没有和谈的意思。对于美国而言，美国是愿意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继续以目前的局面打下去。这种强度，美国负担得起，毕竟不是美国一家出钱，还有欧洲好兄弟。只要美国不想谈，俄罗斯就没有什么办法。美国是乌克兰最大的援助国，美国的话语权对乌克兰的影响，火力军就不用多说了吧。从能源领域看，俄罗斯已经无法通过能源向欧盟施压，继而逼迫欧盟改变立场。现在欧盟摆脱了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依赖，立场已经发生了变化。法国和德国已经开始援助乌克兰坦克，谅解的意愿也没有之前强烈。现在欧盟更加愿意和美国站一起，继续援助乌克兰。所以俄罗斯迟早会败，而且缺人员、缺武器、缺装备都还有办法解决。最大的问题是，俄军现在还缺士气，一个是保家卫国，一个是上班拿工资。在去年的哈尔科夫大反攻的时候，乌军开着皮卡追俄军坦克的场面，不过这也很正常，上着不明所以的班，不光加班，还要提着脑袋。换做其他人也是这样。就这情况，火力军看不到俄军赢的希望。而这场战争消耗的不仅仅是俄罗斯的军事，还有经济、贸易、工业体系以及俄罗斯的人才，或者说俄罗斯的未来。俄罗斯经济单纯依赖石油、天然气资源，内部活力丧失，外部屡遭制裁，几次仗打下来，国内连养老金都开始发不出来，解体也不是不可能。至于核武，只要北约没有大军压境，那么核大战的可能性不大。苏联还有核武呢，不是照样解体了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俄罗斯会解体吗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。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，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